真的太好吃了。差不多我用了10分钟做这道菜，是一道快手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做一道非常有名的中国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个月我打算去旅行，我打算去欧洲旅行，我会住在我的朋友的家。我想给我的朋友和他的家人做一顿饭，我想做几个比较有名的中国菜。所以我想一想，什么中国菜很有名？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做一道非常有名的，又简单又好吃。最重要的是这道菜里边没有肉，因为我的朋友是一个素食者，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素食者，你不吃肉，你不吃鱼，那你可以今天试试这道非常有名的中国菜。好，那这道菜到底是什么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先看看做这道菜我们需要什么东西。这道菜的名字叫西红柿炒鸡蛋，很容易记得这个名字。如果你问问很多的中国人，最有名的或者你常常在家做的中国菜，我觉得很多的人会告诉你西红柿炒鸡蛋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怎么做这道菜。这是西红柿，我们需要2个很新鲜的西红柿。也有的人会说这个是番茄，所以番茄或者西红柿都可以。这个西红柿我需要比较软的，西红柿，不是非常硬的，很软的西红柿更好。我需要2个西红柿和4个鸡蛋如果你想做更多，我觉得你可以用3个西红柿和6个鸡蛋。那还有这个是葱，很小的葱，这个部分叫葱白。我们会炒菜的时候，我们会用这个白色的部分。还有一些盐和一点点的糖。我不喜欢做饭的时候，做面包的时候用很多的糖，但是因为这个西红柿有点酸，所以这个菜我们需要用一点点的糖，更好吃。这个是还有一点点的淀粉，那淀粉你可以用玉米的淀粉、土豆的淀粉都可以。那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水，所以做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淀粉。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，比较简单。
这个菜所有的人差不多都会做，或者都试试做，但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太好吃，所以做这个菜以前，我问我的妈妈，她给我一些建议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看，那有一些小的地方我们要非常的注意，我们才会做很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。第一步，我需要切这个西红柿，但是切这个西红柿以前，我觉得这个西红柿外边有皮，我需要把这个皮剥下来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先在这个西红柿上边，我用它切一刀，但是不是切下去，轻轻的切一下，这样的。然后我会把它放在这个碗里边，你可以拿一个很大的碗，我会放在这个碗里边，我会用一些热水，这是一个热水壶，我用它烧热水，所以这个是很热的。那我会把这个热水倒在这个西红柿的上边，这样的办法可以很容易的可以去掉西红柿的皮。我把这个西红柿的皮剥下来，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容易，因为这个菜我觉得有这个西红柿的皮不好吃。但是有的时候我很懒，所以我的妈妈说，哦，她的建议是一定要剥这个西红柿的皮。如果我们想吃到非常好吃的菜，可能需要非常的有耐心，然后慢慢的去准备好。我们在炒这个菜以前，我们需要非常的有耐心，把这个西红柿的皮剥下来。那我把这个西红柿的皮去掉了，剥下来了。现在这个西红柿外边没有皮，我觉得这样吃起来更好吃。我们需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我需要切西红柿，这个西红柿的尾巴，我们需要把它切掉。然后我会把这个西红柿切成比较大的块儿，不太小，比较大的块儿。因为如果这个西红柿太小，炒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所以我会把它切成比较大的块儿，放在这个碗里边。这个西红柿有比较多的汁，所以要小心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西红柿都放在碗里边。好，然后我会把这个尾巴扔掉，然后我会切这个葱的部分。那这个葱的部分有白色的和绿色的，我会切这个白色的部分，我会先炒这个白色的部分。绿色的部分是做好这个菜以后，我会放这个绿色的葱。好，那这个白色的部分我放在旁边，我会把这4个鸡蛋都放在这个碗里边，打在碗里。这个我是用了4个比较小一点点的鸡蛋，我会放一点点的盐，那我也会放一点点的水淀粉，所以这个是淀粉，我加一点点的水，我用筷子搅拌。
这个是水淀粉，我会放一点点在这个鸡蛋里边，这个鸡蛋会更嫩更好吃。那我会用筷子搅拌，或者你可以用一个勺子，但是你需要打这个鸡蛋的时候，你需要把很多的空气打在这个鸡蛋里边，所以你要这样，有更多的空气会到这个鸡蛋里边。那我准备好了鸡蛋，我准备好了西红柿，我们现在就要炒这个菜。我的家这个厨房是开放的厨房，没有门，所以我会用这个抽油烟机。我炒菜的时候不会用很多的油，但是做这个菜你真的需要比较多一点点的。那我不打算开这个油烟机，因为它有点吵。我们炒菜的时候需要开这个油烟机，会对我们的身体好一些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做这道菜。好，我先开火。在中国，我们常常会用一个比较大的锅去炒菜。这个我需要让这个锅非常热，我会先烧热这个锅，后我会把一些油倒在这个锅里。我们先要炒鸡蛋，比较热的时候，我会倒一些油。这个油我会倒的比平时更多一些，那差不多这个油比较热了，我要把这个鸡蛋倒进去。我用一个铲子，这个鸡蛋会变得非常的大，变得很大，因为这个油是热的。等这个鸡蛋变得很大，翻一下，我们需要这个鸡蛋比较大的块儿，这个鸡蛋会变得非常的大，但是不要等很长的时间，等这个鸡蛋熟了，我要很快的把鸡蛋盛出来，小心这个锅非常的热。好，然后我会把葱放到这个锅里边，因为这个锅里已经有一些油，所以我不用放更多的油。好，那我会等这个葱已经炒了一会儿，好，然后我会放西红柿，我会先炒鸡蛋，我会把这个鸡蛋盛出来，拿出来后，我会放葱和西红柿。这个时候我会倒一些水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会炒1分钟。我会先放一些盐，这样的话西红柿会出更多的汤。我好热呀，太热了。夏天的时候做饭，在这个火的旁边非常热。然后1分钟以后，我把这个做好的鸡蛋再倒进来，这样的话我再搅拌。一下，这个也是差不多需要1分钟的时间。那这个时候我想加一些糖，一点点的糖，不太多，因为这个西红柿有一点酸，那我会加一点糖。我想再加一点点的水。西红柿和鸡蛋已经完全的混合，这个时候我再加一点点的水淀粉，一点点。好，非常的容易的一道菜，但是看起来很好吃，非常的健康。好的，那这个菜就做好了。
我会先关火，哇，非常非常的热。这个是锅盖，这个菜呢，我们不需要盖这个锅盖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旁边。现在这个菜我炒好了，我会拿一个盘子把这个菜从锅里盛出来，这个方法比较快，比较简单。这个菜应该够2个人，我觉得差不多2个人吃。这个菜够了，比较多的。好的，那这个菜我就炒好了。为了让这个菜更好看，刚才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绿色的葱，我再切一些这个葱放在上边，为了让这个菜更好吃，也更好看。好，我夹在这个菜的上边。我做好了这道菜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？是不是也想试试？其实真的在家做饭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又简单又容易又好吃的菜。这道菜一定要跟米饭一起吃。这个菜会有这个西红柿的汁，所以会有一些汤在里边，和米饭在一起吃会更好吃。好，那我先来尝一尝这个鸡蛋。哇，我觉得这个鸡蛋跟西红柿的混合的味道会让这个鸡蛋更好吃。然后西红柿我也尝一下，因为这个里边我加了一些糖，所以西红柿不太酸，这2个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真的是最好的。那我希望你也学会了怎么做这道菜，希望我可以说的非常的清楚，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能够让你们在家里一边学习汉语，一边学做这道非常简单又好吃又健康的中国菜。那你学会了吗？你可以在评论里边告诉我，你们觉得这道菜的味道怎么样？你试试，可以给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做一道中国菜。好的，那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也希望你喜欢我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新的视频。我是 Annie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我要先吃我做的菜了，拜拜。刚刚好，这个是我今天的午饭，但是有点可惜，在我的家里没有米饭，但是还可以，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鸡蛋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差不多我用了10分钟做这道菜，是一道快手菜。